金殿下。再次见到慕容清，姚素玉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。哦，素玉，你可好些了？好了许多。那就好。啊，坐。此时慕容清的小心脏急速地跳动着，呼之欲出。毕竟二人也是坦诚相见过的。多谢殿下相救。别谢。他知道姚素玉这般说辞，他就是没戏了。不过也好，早早的断了念想也好。殿下，你我二人的婚事，殿下怎么看？苏雨怎么想？他怎么想？他不想嫁，可这话能直说吗？你怎么想？慕容清假装镇定，喝了一口茶。这件事呢，总归是想起来最好解决的法子，也是短时间内能想到最好的法子了。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胡乱说些什么，有些手足无措。不谢。慕容清转着手里的杯子，目光有些闪躲。二人彼此沉默了许久。姚素雨起身说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殿下好生歇息，素玉告退。”说罢，他转身离开。刚刚打开门，便听到身后的慕容清开口：“素雨，你若是愿意，我会待你好。”是了，只要姚素玉愿意，自己会对她很好的。多谢殿下厚爱。看着姚素玉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眼前，慕容清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一般，一下子坐到凳子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。他不愿意的吧？看到姚素玉的身影，慕容清笑得有些痴迷，这让一旁的白青青都有些不忍直视。他从未见过这么憨的人。那既然姚姑娘来了，那老奴就宣旨了。看太监试探性地问了问慕容清。那太监看了看四周，黑压压一片都是姚家的小辈，不觉得冒了冷汗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姚家之女姚苏雨，天姿国色，秀外慧中，特赐婚于吾儿卿正妃，于下月26成礼，望二人良缘美满，钦此。大家都起来吧，恕老奴今日不便给几位行礼，来日再补。接着又对慕容清与姚素雨说道：“恭喜二位，贺喜二位。”说罢，将圣旨交给了慕容清。说着一伸手，身后的小太监递上来一个盒子，打开后是一枚玉质极佳的玉坠。贵妃娘娘说这是她出嫁时高价给的，姚姑娘如今成了她的儿媳妇儿，这玉就赠给姚姑娘了。这礼物过于贵重了些，苏玉怕是收不起。老太监脸上的笑意僵住了。四娘子见状，赶紧上前将玉坠收好，给老太监递上一包金叶子。小女的意思是怕将娘娘的赠礼磕了碰了，心里会不忍。哪里，贵妃娘娘为人和善，这东西寄给了姑娘就是姑娘的，不用担心。多谢公公。老奴不便多留，还要回宫里复命呢，今日就先行告退了。说完，他又递上一个金色的小册子。这是皇上准备的礼单。多谢。按照轩辕的风俗，皇子纳妃，只要皇上下旨，彼此交换庚帖就好。可皇上却为姚素玉破了例，还给送了礼来，就如同平常百姓家一样，下定之时要带着足够的礼金。就连老太监都感叹皇上对姚家的特殊照顾。当时太子纳侧妃时，都没如今慕容清娶姚素玉来的体面。你自己的东西，自己去入库吧。姚素玉看着礼单，不晓得该接还是不接。今日皇上赐婚，各路人都清楚，姚家也摆了几桌，请了一些平日里关系不错的朝臣来同贺。老太监走后，姚家长辈都去前院招呼宾客，留下几个小辈跟慕容清他们一起聊天。慕容清看着并不高兴的姚素瑜，心里有些难过了，他勉强的笑了笑。素雨，殿下，其实殿下你知道，我在意的人不是殿下，殿下又何必强人所难？他这一番话让在场的人神色瞬变，全部都看向慕容清。他脸色有些难看，却也没有发作。倒是上官慈瞧不下去了，冷言道：“你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？还有个皇子娶你，你还觉得委屈？若非他护着你，就凭你跟秦楚商之间的关系，本座也会上报皇上，将你送到昭狱里去玩个10天半月。他为了救你损了自己的身体，哪怕是这婚事也是你爹娘提出来的，为了保全你的名声才定下的。你如今有什么脸面来给他难看？”到底是从小的情分，慕容清能忍，他上官慈忍不了。听到姚素瑜这样不给慕容清面子，他就先火了。昨夜我与四舅娘商量了一番，也是给了秦楚商消息的。他若是来，证明他对你有那份心；他若是不来，姐姐你也想清楚些吧。男人呢，永远都是要找那个对你好的、真心待你的，而不是说要你喜欢的。你嫁了自己喜欢的人，自然不会觉得自己委屈。可我与殿下并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啊，这么做误了陛下，也误了我。你觉得秦楚商会娶一个名节尽失的人？上官慈不满姚素瑜说那些话欺负白青青，便对了回去。你以为秦楚商是什么人？就算是个反贼，他也是主子。就算他心里有你的一席之地又如何？
他身上背负的是什么？你又了解他多少？姚苏雨，你别拿自己太当个东西了。阿青是皇子，皇上最宠爱的皇子。若非他喜欢你，你以为你能做他的正妃？如叶，慕容清冲他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再往下说。如今也是为了保全你的名声，总归还有1月有余，到时我再去父皇那儿请旨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慕容清说完这话，便转身离开了，直接回到自己的王府。原本前来的宾客以为会见到姚苏瑜和慕容清一同前来，结果只瞧见了姚苏瑜一个人。刹那间，姚家人的脸色就变了。这样的日子，丢下姚苏瑜一个人，慕容清诚心是要他难堪吗？这一日，姚苏瑜成了所有女子向往的人，也成了京城的笑柄。没有了慕容清，她真的算不上什么。事后四娘子了解到因果后，气得病了半个月才好，而姚苏瑜却没能等到秦楚商的到来。8月下旬，上官慈便告了假，在家中陪着白青青待产。白青青笑话她没出息，自己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会生产，她就这样迫不及待的要回来守着了。这天，宫里突然传旨让上官慈进宫。等上官慈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被吵醒的白青青看他神色凝重，便开口询问他出了什么事儿。起初上官慈不愿意说，奈何架不住白青青软磨硬泡，才松了口。下面递了外民书，说是荆州一处下属地出现了县官强抢民女，增加税收一事，命我去处理。这事儿的确不光彩，可按道理也不该上官慈出面去做呀。就在白青青疑惑的时候，上官慈说道：增加税收收上来的银子都献给了太子，皇上让我秘密调查此事，所以你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，也不用担心我。你能为百姓做一些事，我心里高兴，也算是给我们孩儿积德了。我在府上不愁吃喝，还有爹娘在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出事的。不过等你从荆州回来，还是孩子都已经出生了。他也不愿意上官慈离开，可毕竟是为了老百姓，他也不便阻拦。让我再想想吧。上官慈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他，他想要守着妻儿，尤其是妻子要生产的时候。好，白青青揉了揉酸痛的腰，问他：你要不要去看看大哥？好些日子不见他了，也不晓得他如何了。他有些担心慕容清，怕他走不出这个坎儿。上官慈脱下自己的外衣说道：他近日也在忙荆州一事，看起来心情还不错，你也无需担心，他活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一个姚苏瑜不成问题。看他脸上露出不悦之色，白青青白了他一眼：好了，都过去那么些日子了，你还记仇呢？因赐婚一事，上官慈对姚苏瑜的怨念很大，到现在都不愿意正眼瞧姚苏瑜。上官慈看了看白青青，无奈的笑了。他若是不对你说那些话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阿青是个男人，受了委屈就委屈着吧，谁让他喜欢姚苏瑜？可你是我的妻，我都舍不得说你一句，他姚苏瑜凭什么？先前我觉得姚苏瑜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如今看来，到底是女子难养。曾经身为男子时，他还没有这么多事。白青青被他这话给逗笑了，总归女儿家的心思难懂一些嘛。说完，突然感觉小腿有些抽筋，咧着嘴叫上官慈：夫君，快帮我的腿！哎呀！上官慈看他绷得笔直的腿，立马就明白了，赶紧过来替他揉着小腿，心疼的说道：好在也快了，之后你就不用再受罪了。这怎么能说是受罪呢？白青青缓过来便笑了，这可是我最开心的事了。她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肚子：宝贝们，争气啊，等你们爹爹回来后再出来。看他一本正经地和肚子里的孩子商量，上官慈心中有些酸涩。他笑了笑没说话，随后伺候白青青洗漱。第2日一大早，上官慈悄悄起来收拾了一番，离开了姚家，前往荆州。我眼中的风景是最好的证明，从一片繁华变成大雪飘零，明明有的选择，却被内心标记，慢慢的把该有的颜色堆积。爹娘，最近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还好，除了近期小腿总是抽搐，这2个小家伙会踢我，没别的什么不舒服的。
那就好。姚氏还是有些担心，毕竟是头一胎，又是双生子，他就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后悔一辈子。想到这儿，他就有点埋怨上官慈，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。娘，他也是没办法嘛。荆州那些老百姓都等着一个公道呢。皇上年岁大了，大部分人也向太子靠拢过去，剩下的还有二皇子的人，他能信得过的，职位高的，就夫君这么一个人了，他却是应该的。你呀，这事儿如果真的被他查出来了，那么太子倒台就又多了一丝希望，也能睡得踏实了。但愿如此吧。这事儿不容易，他的一举一动也在别人眼里。这一次去荆州，怕不是一件易事，我就怕有人从中作梗，他会出什么意外。别瞎想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只要想着自己如何能顺利生产，想着他何时会回来就好。我已经给叶良递了消息，归途中从他的地界走，到时候让他照拂一二，放心吧。叶良，说起叶良，自己也有许久没有见到他了。爹爹跟叶良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？我怎么不晓得？啊，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就没告诉你。白振觉笑得像只狐狸，让白青青有些怀疑。当夜，白青青做了一场噩梦，她梦到上官思满身鲜血地站在她床边，伸出带血的手，用力地挤压她的肚子，一边挤压还一边跟她说：“一定要保住孩子。”白青青睡梦中用力地挣扎着，现实中也是胡乱踢着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，夫人？白青青清醒过来以后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她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。玄清，从这到荆州要多久？大概7日有余吧。荆州离咱们这儿并不远，夫人是想督主了吗？想必督主也会想念夫人，定然会早些赶回来与夫人相见的。去，拿纸笔来，我要给夫君写信。信？玄清看了看外面黑漆漆的天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今日夜深了，不如夫人先行休息，明个一早天亮了，玄清就给夫人拿纸笔，可好？”不，现在就背，我写了你去找人送往荆州。想起上官慈鲜血淋漓的模样，他双手忍不住颤抖，最后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。夫人，看着嚎啕大哭的白青青，玄清有些不知所措。外面守夜的下人听见了，以为是白青青要生了，赶紧跑去通知姚氏和白振觉。青儿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姚氏就披了一件外衣进来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娘，我怕。娘在，娘在。白青青哭了好一会儿，才从姚氏怀里抬起头来。没事了，娘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。说罢，将写好的涂鸦放进信封里，用蜡油封起来，交给玄清。去吧。是。你让他去做什么了？我想夫君了，就写了一封信，让玄清找人送过去。等他到了没多久，想必信也会到。姚氏哭笑不得，他还以为女儿怎么了呢，原来是想自己夫君了。也是，他们成亲以来分开也就那么一次，现在这个时候离开，对白青青的打击的确挺大的。他会回来的，撤色的事情对他来说并不难，只要到那里找足了证据，便可以回京了。你也不要乱想了，会回来的。白青青有些不好意思，却怎的也忘不了那个梦。爹爹，你说旅途上会有人照顾夫君，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他们？我给夫君带了信过去，可是到现在都没个回信，我实在是有些放心不下。看着女儿担忧的神色，白振觉没有拒绝，立刻便传了人来去打听。入夜，白青青刚躺下，突然外面有一支箭射了进来，上面还绑着一封信，上面写着“于2日后归京”。白青青笑了出来，这八成是叶良的手下吧？行事作风都不走寻常路。那这件事还用去告诉老爷和夫人吗？不用了，叶良那人就这样，没事。既然夫君2日后回来，那我们后天就去城外的十里亭等他吧，也好给他一个惊喜。他握紧了信，安心的笑了。2日后，他瞒着姚家人出了门，守在院子里的暗卫见了，赶紧跟上。夫人，要不咱们等一会就回去吧，督主还不知道要何时到呢，您一直在这儿也不好。他是怕白青青万一生产了，一时间会手足无措。不急，再等等。突然看到一旁不远处黑压压的一片人向他奔来，心里高兴极了。玄清，你看，那应该是夫君他们回来了吧？玄清顺着白青青指的方向望过去，也只看到一路青烟。应当是的吧？可是这烟上怎么与督主他们走的时候穿的不一样了？玄清记得上官慈他们走的时候是穿了一身飞鱼服的，白青青似乎也看出了哪里不妥，等人进了后才晓得来人根本就不是上官慈。说，夫人。白青青突然反应过来，拉着玄清就往亭外走。别出声，咱们悄悄地走。他们向马车的方向走去，那队人马也向他们行驶而来。一旁跟着他们的暗卫觉得情形不对，迅速现身，抓着白青青就往马车上带。你干嘛？竟然放开我家夫人！闭嘴，我是留下的暗卫。说完便看向白青青。夫人得罪了，您先上马车，那些人来者不善，我带您先回。他看着行驶而来的人群，催促着白青青赶紧上马车。
好。夫人，您坐稳了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好。白青青捂住肚子，和玄清抱在一起，紧张地看着眼前。那黑衣人冷笑一声，牵着马车向那队人马走去。人已经带来了，上官祠呢？你们劫杀了吗？在马车里的白青青听到这句话，瞬间掀开帘子，她瞧见外面黑压压的一片人。领头的人说道：走吧，不然那些人赶来了就麻烦了。他指的就是被自己支开的那几个人。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动用了他，也不知道那位是怎么想的。一群人驱使着马车走着，白青青十分后悔，若是他肯多思考思考，或许就不会这样了。夫人，我们怎么办？无妨，他们要的只是我，到时候我会让他们放了你的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一声惨叫，随后传出厮杀的声响。玄清大着胆子掀开帘子，就看到上官祠满身是血，带着几个人与外面的人厮杀。江湖年少偏爱纵横天下，恩情年华尽尽快马，红尘未破也无声牵挂。夫人，是公主，是公主！别乱喊。夫人，夫君。上官祠满身鲜血，肩膀处还有一道新伤，就如同他梦中那般，他一下子就哭了出来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杀了你？疼不疼？上官祠一笑，就听见白青青喊了一句小心，回头躲了下敌人的长剑，将其击落。待在这里。随后跳下马车，与那些人厮打起来。夫人，公主来了，咱们一定会没事的。白青青此刻关心的是上官祠身上的伤，而不是自己能不能脱险。领头的人说道：没想到上官祠竟然能娶到如此美貌的女子，哟，怎么还大了肚子？这孩子是慕容清的，呵呵，要说这上官祠啊，也是够忠心的。为了讨好慕容清，能将这么美的媳妇儿送给慕容清，还能忍受他有了慕容清的种。姚家更是将唯一的女子也嫁给了慕容清，看来他们的态度已经明确了，就是要向慕容清靠拢了。白青青一时间有些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看情形，他应该是被人给骗出来了。而这些人更是为了劫杀上官祠，那么就是说上官祠已经回来了，而且手里面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证据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竟然胆敢劫持我！既然能将你带出来，我们就一定知道你是谁。想不到还有如此魄力，这要是其他女儿家，想必都吓得晕了过去吧。可惜这样一个美人嫁给了一个太监。你才是太监呢！白青青很想这样骂出去，可现在这个局势，她不敢也不能。行了，不要再废话了。既然人动手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一旁的人开始催促，带白青青来的侍卫也说道：走吧，不然那些人赶来了就麻烦了。突然马车被一剑刺穿，就差那么分毫便刺到他的肚子上，刹那间他伸手护住肚子，双手被剑划伤，鲜血直流。玄清一声惊呼，让上官祠回头将那人抹了脖子。他晓得太子会派人劫杀他，却没想到秦楚商也会派人参与其中。一路上他躲过了不少追杀，却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卑鄙，拿自己妻儿的性命来冒险。若他们不死，誓不为人。幼主！随上官祠而归的玉少卿瞧见他受伤，随手将那人斩杀。别喊！上官祠额间冷汗直冒。别惊着了夫人。他将自己腹部的剑抽了出去，玉少卿砍了自己的袍子给他系上。我们的人不及对方的人多，其或许疲倦。若是夫人不在还好，可是督主……玉少卿是想让他做好准备。上官祠！突然有谁喊了一声，一支利剑刺穿了他身后一人的脑袋。上官祠抬眼望去，是一个黑色的熟悉的身影。叶良，闪开！叶良搭剑再次射中一人，从树上直接跃下来，到了上官祠身边。你怎么搞的？他跟上官祠也是分开了不久，就有人来报说他遇袭，原本不想管他，可看到上官祠遗落在自己桌上给他孩子准备的礼物时，心软了。他快马加鞭的追了过来，就瞧见他们一伙人正在厮打。叶良，带青青走。如今我负伤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一起在这里不划算。我为你开一条路，你带青青他们先走。说罢，他转身冲进人群，将那些人冲散，留出了一条路来。走，少卿与他们一起走，看好夫人。你。叶良原本想自己留下，那些人他还是能应付的，大不了他溜了就是。玉少卿咬了咬牙，跳上马车，对叶良喊道：“还等什么？走！”他不能浪费上官祠与其他兄弟给他们创造的机会。叶良冷哼一声，转身上车，驾马离去。在马车里的白青青听了上官祠的话，窜出来一个头就要下去，却被玉少卿紧紧的给勒住。小嫂子，你不能去！白青青哪里能听得见玉少卿的话，他只看到上官祠满身鲜血，与人搏杀，时不时还挨了敌人一刀。不，你放开我，我不走！他不要，
他不要和上官慈分开。叶良，你不要管我，去帮他，你去帮他好吗？臭婆娘，我现在唯一能帮他的就是将你平安带回去了，这才能让他安心。不，叶良，我求求你，你去帮他好不好？他已经受了伤，他撑不住的。白青青此时哭得撕心裂肺，腹部还传来一阵阵的疼痛，他身子倒了下去。岳少卿赶紧为他把脉，瞬间脸色变得惨白。不让，小嫂子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进城了，你想怎么生就怎么生，成吗？他从来没有给人接生过，他不会这个呀。什么情况？这个时候，叶良，快点回城！小嫂子，你撑住，爷他不会有事的，就算为了你和孩子，他都不会有事的。岳少卿只是在安慰他，对方那么多人，上官慈又有伤在身，他怕是回不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叶良在外面驾车，突然看到不远处一群穿着银色铠甲的人行驶而来。岳少卿，前面来人了，你认不认识啊？是二皇子的人，是二皇子的巡防军。他不晓得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二皇子与督主不和，不是1天2天了。这个时候二皇子的人出现，那督主岂不是更加危险？可换个层面想，二皇子与大皇子也不和，那就赌一把。岳少卿让叶良快速驾车过去，他跳下马车，拿出上官府里的令牌，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通。谁知领头的将领说道：“我们是去救上官大人，可此人……”他指向叶良：“此人为乱党，需要捉拿回去。来人，将逆贼捉起来，关押大牢。”谁敢？我家督主在前面与贼人厮杀，尔等若是偏要在这个时候耽误时间，若是我家督主有了什么事，以下也绝对不会让二皇子好过。你们别忘了，我家督主此次前去荆州，是奉他皇命。那人眼睛一转，随后一挥手：“先去前方接应上官大人。”他们前来为的就是要让上官慈活下来，这样能顺利让太子难堪，还能让上官慈继慕容涵一个好。他不敢耽搁，可是叶良还有马车里的人，他必须抓。去，将那贼人与马车里的人押入大牢。你敢？你可知道马车里的人是谁？那是我家督主夫人。岳少卿急了，白青青此时的情况怕是会早产。不管是谁，还与反贼在一起，那想必也是有什么关系的。你若是觉得哪里不妥，可以让上官大人回来后到大牢里领人。带走。你。岳少卿不能出手，这是天子脚下，慕容涵又是皇子。叶良瞧着这人一副短命相，倒是想杀之而后快。可马车里有白青青，为了不连累白青青，他只好走人。一群人以为叶良会束手就擒，谁也没想到叶良打伤了几个人就跑了。领头的人找不到撒气的人，就将白青青他们押走。一群人押着白青青来到大牢，他们心里都认为白青青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是慕容清的，所以死了最好。我好痛啊！小嫂子，你再忍忍，等督主回来了，你让慧姐咱们回去成吗？白青青觉得阵痛越来越频繁，她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只能拼命的点头。孩子，再等等你们的父亲。她的唇瓣都被他咬出了血。夫人，你咬着这个吧。白青青没有说话，张开嘴咬住玄清递过的帕子。她看向玉少卿，希望玉少卿能给她一个答案。看着白青青的目光，玉少卿心虚了。他知道白青青是什么意思，可现在这个情况，他真的不知道上官慈能不能回来。小嫂子，你放心。玉少卿说完，转头就去外面喊人：“来人！吵什么吵？这里是大牢，不是你家，给老子你们闭嘴！”少卿，姚家。玉少卿冷静下来，递给那衙役几两银子。这位大哥，劳烦你去姚家帮忙带个话可行？我家小嫂子快生了，这里真的不是个生产的地方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是个大肚婆。说完，扭头就走了。玉少卿咬牙切齿，突然一挥手，一枚红色的肉虫被甩到衙役身上，迅速钻进他的肉里。妈的，蚊子怎么这么多呀？玉少卿回过头来，露出阴洁的笑容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支玉笛，缓缓地吹奏起来。方才的衙役浑身一抖，转过身向他们走来。打开牢门！打开牢门！钥匙不在我身上。什么？在谁那儿？去哪？出去买酒。玉少卿崩溃了，他没想到这大牢会这么松散。没有别的钥匙？没有。你去死吧！玉少卿大吼一声，随后就瞧见那衙役拔出腰间的挎刀抹了脖子。玉少卿原本只是一句气话，他还没来得及喊停，那人就躺在地上了。这下他们唯一的希望也没了。这二皇子是个傻子，还是京城里的大牢干净，连个犯人都没有，还2个人守着，他是怎么想的？玉少卿气得快跳起来了。白青青闭上眼苦笑，突然他觉得自己身下流出了一些东西，一下子就慌了。他感到一阵阵痛楚，哭着说道：“我们得出去。玉少卿，他强忍着痛楚没有叫出声。玉少卿也看到他有些潮湿的衣裙，瞬间就懂了。小嫂子，你忍忍。他从来没有给谁接生过呀，
进来的时候，衙役们将他的佩剑一并给绞了。他现在根本就没什么工具能将牢门的锁链给劈开。夫人，于大哥，那小小房子，再这样下去，夫人她扛不住了呀！玉少卿在一旁也是急得团团转，却没有一丝法子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一阵阵打斗声。青儿，姚氏闯了进来，一条长鞭上还滴着鲜血。他才刚睡醒没一会儿，叶良就闯了进来，说是他女儿被二皇子的下属给带到了大牢。混账！姚氏眼圈一红，抬手抽向锁链，抽了几下，那锁链都没什么损伤，他便朝外面喊道：“拿钥匙进来！”姚家大爷上前将一旁牢门的木桩砍断，一群人进来将白青青往外抬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给他们的胆子，敢将我的女儿押进大牢？咱们先回，看他这模样，怕是要生了。妹妹，你跟妹夫先回去，让你几位嫂子准备准备。哥哥们，带闺女回府。老夫只能给她开一些药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至于这接生的事儿，你们找稳婆，老夫不会。他察觉到白青青此时的身子极为虚弱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倒出2片参片给白青青咬着。大娘子也管不了太多，联合几位弟妹将白青青身上的脏衣服给退了，盖上薄被。他洗净了手，过去瞧了瞧，又摸了摸，蹙起了眉头。也不过看了6指，这还得等等。白青青此刻疼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她用力抓着被子看向姚氏。呀，夫君，乖孩子别想了，他会回来的，放心吧。先把孩子生下来才是你要做的。若是平时，姚氏还不会这般担心。本就是双生子，又受了惊吓，她真怕自己女儿挺不过来。白青青足足发作了快2个时辰，几位舅娘在一旁看的也是心惊胆战的。一直到傍晚时分，传来上官慈被带回来的消息。白青青想见他，姚家的人个个面色难看，说是等她生产之后，上官慈就会来见她。听到这儿，她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坍塌了。她没有一丝力气，看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，哭着问姚氏：“他还在吗？他还在吗？”在。姚氏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自己女儿，她方才去瞧了，伤得很严重，洛神医正在救治，怕是不行了。按道理，二皇子派去的人也不少，可他们身上个个都没有伤，唯独上官慈满身都是伤。直到皇上的暗卫到了，才终止了这一场厮杀。呀，我要见他。乖孩子，等孩子生出来，他会来看你的啊。好孩子，他没事儿。姚氏上前握住他的手，看他虚弱的模样，很是心疼。虽然不想刺激他，可上官慈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，指不定这2个孩子就是他唯一的血脉。孩子，你得争口气把孩子生下来。这2个还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血脉了。听了姚氏的话，白青青忍不住颤抖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没哭几声就昏厥过去了，气得二娘子把姚氏推了出去。你与他说这些做什么？你这不是诚心要害死他吗？二嫂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怎能不心疼呀？怎会要害死她？上官慈那个情况他是有权知道的，就他现在的情况，指不定就不行了。我疼爱我的女儿，他也疼爱我的女儿，我不能让他死了连个血脉都没能留下。一旁替白青青施针的大娘子让他2人出去吵，别在这里烦人。大娘子给白青青扎了几针，又拿了参片给她含着。白青青醒来后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下，她看着大娘子虚弱的说道：“大舅娘，我没有力气了。”青儿，你不能说这种话呀！那个女人生孩子没个几个时辰，你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你说这种丧气话。她看着白青青的神色越来越差，对她说道：“上官子现在的情况并不糟糕，你自己也得撑住啊！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知道吗？来，咱们歇一会儿，下把劲儿，好吗？”泪水模糊了白青青的双眼，想着上官慈和孩子，她点了点头。大舅娘，我若是生不出来，那就把我的肚子剖开，把孩子拿出来。突然，一阵疼痛让白青青抓紧了床单。大舅娘，大娘子赶紧过去看了看，看到孩子的头，惊喜地叫了出来：“青儿，用力，快用力，孩子快出来了！”白青青将嘴里的参片都咬碎了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只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下出来，整个人都要虚脱了一般。一声婴儿的啼哭让大娘子泪目，让门外守着的姚家的人也纷纷抹着眼泪。好孩子，是个男孩，还有一个，咱们加把劲儿。孩子，大舅娘怕孩子歪了，我给你顺顺，你要撑住了。他伸手覆盖上白青青的肚子，缓慢地按摩着。半个时辰后，白青青又诞下一女。生完孩子，他看了一眼便昏睡过去了。上官慈那儿怎么样？洛神医说死不了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这么丑，跟猴子一样？哎，娘，你打我干嘛？
你小时候也这个德行，还不如他们俩好看呢。姚建委屈地退到一旁，惹得几个小辈笑了出来。大娘子松了一口气，人没事儿，没事儿就行。你们可是不知道，方才青儿跟我说，她若是生不出来，就叫我把她的肚子剖开。你们说，这孩子对自己是有多么狠心呀？若是上官祠救不回来，那他还不得一头撞死随上官祠去了？过了许久，姚家二爷说道：“我去进关，将上官祠的情况禀报皇上。三弟去瞧瞧上官祠吧，四弟去那再查看一番，看是不是能找到什么线索。”好，知道了。两个孩子也是省心，从出生到现在都安稳的睡着，也不哭不闹。两个孩子也是省心，从出生到现在都安稳的睡着，也不哭不闹。许是晓得他们的爹娘正在受苦，不忍心再折磨他们吧。白青青和上官祠都昏睡着，到了后半夜，上官祠醒了。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问一旁的玉少卿白青青如何了。玉少卿笑着说道：“爷，小嫂子给您添了一对儿女，都平安，娘娘好些了，我带您去看。夫人呢？如何？”他心里欢喜，恨不得现在就起来去看白青青，又怕自己这副模样吓到她。夫人生产身体消耗过大，昏睡过去了，人没什么大碍，都平安。听完玉少卿这话，上官祠闭上双眼。他如今满身的伤，估计要休养3、4个月才能好。这一次是他大意了，他没想到慕容简能有那个脑子在皇上身边安插眼线。少卿，去查，动用谷里的人去查，孩子到底有多少着恙，再查查皇上身边有多少，一经查出，全部拔出。是。姚素玉出府了，许是去见了秦楚商。哼，随他去吧，你派人去盯着他，若是……他想说，若是姚素玉有什么异动，就派人杀了他。可想到白青青，便下不去口了。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将这事告诉四娘子吧，她晓得该怎么处理。”是。爷，您觉得这事姚素玉也参与了？参与与否，重要吗？玉少卿干笑了几声，不说什么了。玉少卿，下次再私自调派我留给夫人的安危，你便去找个机会自裁了吧。上官祠说了这么多，也觉得乏累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件事也是他的错，若是他不私自调派给白青青的暗卫，也不会出这种事了。玉少卿出来，到了院子里，就瞧见姚素玉站在白青青的门口，似乎是想进去。姚姑娘，你……姚素玉一转头，他便看到对方双眼通红，似乎是哭过许久了，到嘴边的恶语便也缩了回去。你想进去的话，就去看看吧。姚素玉刚从秦楚商那儿回来，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白青青。我对他下手，他应该感到荣幸。他活着还有一丝利用价值。听了这话的姚素瑜给了秦楚商一巴掌。姚素瑜质问秦楚商这么做到底有什么企图时，秦楚商对他说：“素瑜，你该帮我成就大业，而不是在乎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。时候说再敢动青青，休怪我无情。”说完这样的话便回来了。他现在什么样子，你自己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。玉少卿轻声进来，就看到玄清在一旁伺候着，白青青还在昏睡。你可知他这次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们在大牢的时候有多么的绝望，今天的这一切除了太子之外，还有秦楚商的手笔。那你刚刚的那副神情，想必是已经知道了。他生产的时候说，要是孩子生不下来，那就将他的肚子剖开，把孩子拿出来。你知道一个人说这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，还有多少的绝望吗？玉少卿看向姚素瑜，只见他美眸含泪地走到白青青身边，带着亏欠的神情。你喜欢谁，想与谁在一起都无所谓，可你喜欢的人做了些什么事，你若是知道那不是一件好事的话，你该告诉小嫂子的。毕竟她与你也算得上是姐妹一场。她与你不同，她只是一个贪财怕死的女子，也不会琴棋书画，甚至大师都不识几个。可她唯一的就是比任何人都通透，能看得明白。玉少卿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抿了一口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之前对她说过一句话，你说她是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。哼，那你是否晓得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嫁给我们督主的？又是经历了一些什么，他们二人才互相倾心的？你不知道，你们姚家也不知道。向来是报喜不报忧，对你们，他把所有的好事都会告诉你们，就为了不让你们担忧。他总是把最苦的事消化掉。你们对他其实一无所知，尤其是你，姚素瑜。你觉得他是个小孩子，你觉得他现在过得幸福，不能体会你的感受。可你呢？你有体会过他的感受吗？为了你出嫁，他从许久前就开始搜罗东西给你做嫁妆，凡是有什么好的东西他都买下来存着。我从未见过他给自己挑了些什么。
却唯独替你添了满满1库房的东西。姚素云，你对得起他吗？若不是怕吵醒了白青青，玉少卿此刻都能吼出来。听完玉少卿的这些个控诉之后，姚素瑜哭了出来。姚素云，秦楚伤害他不是1次2次了，你可以不说他在哪里，可你不能做这个帮凶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你配不上慕容清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配不上慕容清。像慕容清那样的男子，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找不到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？他娶你是你的福气。他的福气？姚素瑜闭目苦笑。你说的对，清殿下娶我是我的福气。我若是你，能嫁给清殿下那般的男子，定然是要开心死的。你不知道有多少女子想嫁与清殿下为妻，哪怕是妾，只要清殿下开口，那都是一大把人赶着的。可你却偏偏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抱歉，我还有些事，我先走了。话音刚落，他就跑了出来。徐大哥，你这话说的有点狠了，姚姑娘到底是脸皮薄，挨不住的。管他脸皮薄不薄，他自己没长脑子，做错了事还不让别人说吗？哼！玉少卿翻了个白眼，过来看了看熟睡的2个孩子。这孩子长得真漂亮，瞧瞧，这红彤彤的，跟涂了釉一样。姚景公子说孩子长得太丑，被骂了一顿。可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不如直接说孩子长得丑。大娘子说了，小孩子出生都这样的，待过些时日长开了就好了。说完，他也过去看了看孩子。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夸他们好看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2个宫铃，放在2个孩子身边，对玄清说道：“这2个宫铃给孩子贴身带着，里面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。”是什么呀？我是怕有心人会暗中毒害2个孩子，里面是我玉家独门养的蛊虫，其散发的特殊气体，百毒不侵。这些东西他老早就飞鸽传书回去，让他娘亲给备着了，算是给2个孩子的见面礼。哇，这么厉害，那孩子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小丫头，好好看着孩子。玉大哥放心吧，姚家的几位娘子去替夫人准备东西了，一会儿便会都过来的。夫人的爹娘进宫了，大概晚一点也会过来照看。进宫？玉少卿思索了一番，又跟玄清交代了几句，便离开了。容叶，娘娘，是晚辈失礼，往后身子好了，必定会进宫，给娘娘赔不是。你这是在说什么傻话呀？瞧瞧你不过去了一趟荆州，就把自己弄成了这副样子，你是存心的，想让我看了心疼死是吗？高贵妃擦了擦眼泪，想捶他一顿，可瞧见他身上绑的绷带后，哭得更甚了。你这是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生成这副模样。让您担心了，我没事，不过是大意了。娘娘放心吧，日后不会了。以后不会再犯？难不成你日后还想再犯这种错误，还是怎么的？有些错误犯1次就够了，尤其是你现在这个情况，你的妻儿都还在家里等着你呢，根本不会允许你再犯这种错误。瞧你身上的伤，对方这意思是想要你这条命吗？你若下次再犯这种错，就保不齐回不来了，到那时你的妻儿该如何？你有想过吗？容叶啊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不管做什么事之前，都要想想家里的这些人该怎么办，知道吗？对上官慈，高贵妃犹如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般，她也清楚这个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到底吃了多少苦。我晓得，娘娘放心吧。娘娘怎么来了？高贵妃瞬间变脸，冷哼了一声：“哼，你御赐这件事儿，你父皇说都没跟我说一声，我也是从别人那知晓得了这件事儿。正好孩子也生了，我来看看你们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的，我会替你讨一个公道回来。做了父亲了，就不如同往常那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，多为你的妻儿想想。”我知道。素瑜见过贵妃娘娘，不知道娘娘今日到来，失礼之处，还望娘娘见怪。哪有什么见怪不见怪的？今日本就是本宫突然前来，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没什么。从你跟青儿定下了婚事以来，本宫一直在筹备着，没有时间到这来看你。怎么样？今日来身子可好？托娘娘的福，都好。那就好。高贵妃打量着他，笑了。对这场婚事你怎么看？姚素瑜错愕的抬头，不知所措的看着高贵妃。你无需紧张，心里想什么说出来便是。本宫呢也是过来人，自然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。说是他有这个心思，你却无意，那不就是本宫强求了？你们呢也都不会幸福。本宫不想自己的儿子不幸福。他说的是他的儿子，而不是姚素瑜。看着高贵妃，姚素瑜低下了头来。你无需担忧什么，今日你与本宫的话，本宫都会当作没听到。娘娘，素玉与殿下并无男女之情，突如其来的圣旨，要素玉不知所措，也不知该如何面对殿下。
就像两个平时没有任何交集的人，突然要成为夫妻度过一生。苏玉有些怕的。你继续说。苏玉不愿，是怕自己不适合钦殿下，不仅不能让钦殿下幸福，反而会给殿下徒增烦恼。你的意思，本宫明白了。高贵妃是什么人？后宫佳丽3000，她能得皇上的尊重与独宠，并非单单靠的是她的美貌，而是独有的筹谋和通透。既然你把话都说清楚了，那么本宫会向皇上禀明。本宫也希望日后你不会后悔。无儿是天下间少有的好男儿。说完，他让凌渊搀扶着他离开了，留下姚素玉独自一人失神。凌渊扶着高贵妃出来，就瞧着他神色不对，伸手开始比划着什么。你当我不知道呢？他苏瑜就是不想与无儿成婚罢了。他抬头望了望头顶的太阳，说道：这阳光也忒刺眼了些，走吧，咱们再去看看两个孩子和青儿。有些人，你给他福气，他也无福消受的。高贵妃去见过了苏瑜，不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我瞧苏瑜又出去了。这孩子是越发的不懂事儿了。先前还是在男子身份时，还晓得避讳一些，可如今却是越来越大胆了。我只希望苏玉不要做出什么傻事来。至于秦楚商，他伤我夫君，害我孩子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是心疼你四舅娘，怕她会难过，否则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儿，我早就告诉她了。想必高贵妃去找苏瑜，苏瑜也是表态了不愿意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趁早给她找个人家嫁出去算了。感情这事儿都不是自己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。苏瑜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他什么心性我们也清楚，还是跟他好好说说吧，也不至于闹得人尽皆知，要他颜面扫地。方才苏玉一定是和贵妃娘娘说了自己不愿意嫁给钦殿下了。贵妃娘娘与我说，退婚也是要他们来提的，到时候苏瑜的颜面恐怕也保不住多少。这事儿还是先给四舅娘说一声吧，至少有个心理准备。先前因为这事儿她病了许久，别再气病着了。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半个月，这半个月姚素瑜都未曾归家，四娘子派人去找了好几次，都没有找到踪迹。随后她派人去秦楚商那儿，才晓得自己女儿这半个多月都是和秦楚商在一起。姚素瑜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对四娘子派去的人说她有自己的想法，让四娘子不要管她，就当没生过她。就在姚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姚素瑜找到了慕容清，约她在城外见面。我眼中的风景是最好的证明，从一片繁花变成大雪飘零。慕容清赶来之时，就看到姚素瑜和秦楚商站在一起，他整个人就站在原地，仿佛是一道惊雷砸到他身上。你约我来何事啊？姚素瑜有些不知怎样面对慕容清，他知道是自己伤了他，可是强扭的瓜不甜，他心里更清楚。思索再三的姚素瑜就站在那儿，咬着下唇，不晓得该说什么。秦楚商见状，走到姚素瑜面前，揽住姚素瑜的腰，乖乖去将婚事退了，本少主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左右素瑜是我的人，他对你也没什么感觉，何必强求呢？还是说你慕容清连个女人都找不到呀？他看着姚素瑜，等他给自己一个答案。姚素瑜蹙眉看了一眼秦楚商，见他满脸的玩世不恭，却也没有反驳。慕容清见状，只苦笑了一声。他想了想，自己似乎也并不是非姚素瑜不娶，也不是真的就那么喜欢惨了他。这是你约我来想与我说的吗？殿下，我与秦楚商自幼相识，有难情分。再者，你我二人真的并非良缘。够了！慕容清打断了他的话，脸上的笑意也不似从前那般和煦。你想说什么我心里清楚，当初订婚仪式也是为了保全你的名声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会禀明父皇，将这份亲事作废。不过，素瑜，他看向得意的秦楚商笑了。姚家世代忠良，是不会要你与这样一个贼子在一起的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慕容清说完，转身便走了。他不抓秦楚商是为了给姚素瑜面子。今日之后，他和姚素瑜再没有半点干系，日后相见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他双手握拳，指节泛白，就连脸上的神色都变得阴结。主子，一旁的暗卫现身。秦楚商的行踪，不必，放他们走，日后再见，不必留情。慕容清为人谦和，可他到底是个皇子，有他的尊严。面对秦楚商这样挑衅，他怎能不气？今日不动他，是因为有姚素瑜，他不动手也是给了姚家面子。不过姚家的孩子与反贼在一起，这事儿如果被他父皇知晓，定然会心生不满。至于会做到什么程度，他就不知道了。这事莫要张扬。是。
是我。你迟迟不来看我，我便来看你啦。看到白青青的上官词，心里是无比的欢喜。这么久不见，他也曾悄悄地去看过白青青与孩子，可自己身上的伤太重，他不想将自己的病气过给白青青与孩子，所以每次都是在外面隔着窗户望上一眼便回来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快回吧，等我好了，我去看你。白青青没有理会他说的这句话。我啊，才不在意那些个乡下俗话呢。我与你能在一起，便是好的。至于那些个弯弯绕绕的规矩，就省了吧。他抬眼瞧着上官词，见他清瘦了许多，便心疼了。这些日子你是不是都没有好好吃饭？你看你瘦成什么模样了？我想你，想孩子，以至于日日都没什么胃口，自然就会清瘦些了。他将白青青搂进怀里。夫人，多谢。谢什么？你为我生儿育女，我之幸事。为你生儿育女，我之所幸。在白青青的再三要求下，上官词收拾了一番自己，跟他回到了正房。姚氏带着丫鬟抱了孩子过来给他们看，将孩子抱向上官词的一刹那，上官词有些茫然。他看着两团小小的肉团子，双手都在颤抖。小心些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，看着孩子熟睡的脸颊，露出了傻子一般的笑。姚氏在一旁打趣道：看他笑得合不拢嘴了。看到上官词喜欢孩子，白青青心里也高兴。这两个孩子异常乖巧，除了拉尿饿了会哭闹一番，其余的时候都在睡觉。娘，再住2天我们就回去了。孩子的满月酒我们回府办，到时候您和爹爹还有几位舅舅舅娘哥哥们就来府里吃顿饭吧，也不打算怎么大办，毕竟还是小心些为好。在外人眼里，这孩子是慕容清的，他们若是大办，不就是等于向有些人宣战吗？他不想跟孩子活在别人的算计当中。想回去就回去吧，先前一是给你外祖父外祖母去了信儿，他们也在往回赶呢，想必会尽量在孩子满月前赶到京城，给孩子庆祝。若能赶上是好的，赶不上也无妨。外祖父和外祖母年纪大了，莫要让他们急了。孩子们都困着呢，我带他们去休息。你二人也说说话吧，毕竟近1个月未见了。姚氏这话说完，白青青便红了脸。上官词的目光一直追着姚氏到门口，看姚氏出去，又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怀里，笑了。看，我生的孩子可爱吧？看着自己的娇妻耍宝，上官词夸了夸他。可爱。为父也做了贡献的，也是厉害，对吗？臭不要脸。白青青笑了，靠向上官词怀里说道：日后你一定要小心行事，现在我们有了孩子，凡事多替孩子想想，我可不想孩子年纪轻轻的便没了父亲。你放心，我晓得。孩子的满月酒，想必一些权贵都会来送上一份贺礼，到时候你看，若是喜欢就留下，不喜欢就不收，无妨。不管那些人处于什么样的目的，什么眼光，自己的孩子满月酒，他们都会送上一份礼。看上官词有些惆怅，白青青捏了捏他的手，说道：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等那人来了再说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有了孩子，对2个人来说又多了一丝牵绊，可又多了几分危险。危险的并不是他们2人如何，而是孩子。晚点我们去看看阿青吧，他与姚素玉之间的事，我也听说了一些，想必心里是难过的吧。换身衣裳吧，我们去看看大哥。夫人，就要下人烧些水过来，给阿青洗洗。啊，好。是你啊！他的头很痛，像是要裂开一样。瞧你什么德行，一个女人而已，值得吗？你可是皇子啊，像什么样子？哎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我不过是觉得，心里不爽罢了。你也说了，我是个皇子，最受宠的皇子，却比不过一个反贼。你说，这要我怎么好受起来啊？怎么能舒心呢？慕容清这话里带了些许怨念，随后又笑了。不好受又怎样？都过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昨个咱爹存心跟我过不去，大半夜的要我去人家那儿给他买点心，人家都打烊了，我没法子呀，做了回贼，溜进去给人家的点心强拿了出来，想想就窝心。他这话说完，白青青端着粥进来，有多么窝心啊！慕容清赶紧用双手护着胸，惹得上官词不快。洗好了就出来。哦。慕容清紧着擦拭了自己一番，悄咪咪的到柜子里拿着干净的衣裳换上出来了。他看到桌上的白粥与小菜，心中十分暖和。有劳了。白青青盯着桌上那一小块蛋糕的残骸，心中微微颤抖。他拿起来捏了一块放进口中，看得慕容清都觉得他可怜。你若是喜欢吃这个，待会儿我再让人给你买一些来，这个都隔夜了，不能吃了。入口便是浓厚的奶味和蜂蜜的香甜，虽然口感有些差，但是也足够松软了。这绝非是轩辕能做得出来的糕点，这是家的味道。慕容清还以为是他喜欢这个被馋哭了，毕竟不是第一次了嘛。他看得心里难受，就喊了小影过来去给白青青买上一块。
哎，那点心铺子在哪儿？我与你同去。他想要去确认一下，是否是与自己来自同一时空的人。在小西巷。我也去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糕点太好吃了，我就想看看能做出这样美味点心的人是什么模样。应当是个心灵手巧又美丽的姑娘。确实。他说完，夫妻二人便看向他，他咳了一声。昨夜我去拿点心的时候见着了，先前也买过几次。那姑娘待人温和，是个好性子。他差点就说成了偷。莫非大哥是瞧上人家啦？胡说什么呢？慕容清揉了揉胀痛的额角。既然你想去，那便一起去吧。左右我也要去买一些给父皇，或者你们二人看看，说是有时间的话，就与我一同进宫看看父皇。从你受伤到青青生产，父皇就没见过你二人了，心里也是想念的紧。这马上孩子要满月了吧？到时候满月酒，宫里肯定也是要摆一摆的。好。白皙，一个久违的名字出现在白青青的脑海。我去看看，来一块红枣蛋糕，不要枣核，要枣子多一些，最好全用枣子，不要面粉。他表姐白青青最喜欢就是这样与他说了，每次吃蛋糕他都会让自己放满了枣子。可姐姐她已经死去许久了，难不成希儿？这一声希儿虽与表姐声音差了许多，眼前的人也看起来比自己小了几岁，可这感觉怎么就那么奇怪呢？希儿看着白皙错愕的神色，白青青又喊了他一声：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白青青。白皙喊出了这个迟迟不敢提起的名字，看着眼前人的陌生模样，始终都不敢相信。白皙，希儿，表姐。是我，希儿，是我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他乡遇故知，还是自己的家人。上官慈被他这一举动给惊呆了。他曾经查过白青青，没有什么表妹，白家也就只有他与白妍两个姑娘，难道这是私生女？过了许久，白青青放开了白皙，擦干自己的眼泪问：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白皙还是有些不敢相信，不过自己能穿越来这个未知的王朝，姐姐怎么就不能也过来呢？那日我下班回家被雷劈了，等我醒来时就在这里了，被一对老夫妇所救，就留了下来。姐姐呢？我就说来话长了。他真的高兴坏了，就忘了上官慈还在一旁，险些没刹住车。你们认识啊？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罢了。姐姐对我好，小时候经常给我糖吃的。他看白青青一个劲儿的给他使眼色，就晓得自己说错话了。我怎能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一个亲戚？上官慈微怒，他气白青青有事儿对他隐瞒。白青青也看出来了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若是他说了实话，那上官慈会不会当他是个妖怪？都是成年往事了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上官慈没有发作，他不想给白青青难堪，却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。慕容清看二人之间情况不妙，便笑着说道：我们买些糕点，便去见父皇吧。是你？白皙也认出了眼前的慕容清就是昨夜里来找自己买点心的人。昨夜失礼了。算了。他摆了摆手，去里面包了2份蛋糕递给白青青。如果有时间了就来找我，我就在这儿。好。白青青接过蛋糕，给白皙留了一张银票。白皙没有拒绝，跟他挥手道别。你二人是怎么了呀？整顿饭都在看你脸色。无事。上官慈有些不耐烦地闭上了双眼，他心中烦闷，白青青与那女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何要表现得那般亲近？没事，若是没事，你黑个脸给谁看的呀？给人好好说话。皇上需要我如何说？你个逆子！是，我是逆子。哎呦喂，二位就少说2句吧。上官大人可是与夫人有何不快？好歹他也为你开枝散叶了，凡事能忍忍就忍忍吧。他这不是也刚出了月子，肯定是烦闷了。哪个女子在屋里闷1个月，头不梳脸不洗的，也都会憋坏的呀。听完李斯的话，上官慈的神色有些动容。上官慈陷入了沉思中，听着上官慈诉说出来的疑惑，皇帝陷入了沉思。他反复抬头看着上官慈，最后对他说道：你随朕来。上官慈跟着皇上来到了养居殿的一间密室里，密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女子的画像。娘。上官慈看着画像中的女子，声音也有些哽咽。这是你娘，你的妻子，与你娘来自同一个地方。容叶呀，你可晓得，其实你娘并不是死了，而是回到了属于她的地方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娘啊，是个奇女子。为父曾也是一名平平无奇的皇子，是你娘助我登上了皇位。我遇见你娘那年，我二人以为可以厮守一生，可我登上皇位的那一天，我就晓得是我负了你娘。后来你娘怀了你，她才与我说了她的身世。那时的我很吃惊，
一度以为他在撒谎骗我，甚至我以为他是个妖怪。后来啊，等我明白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。你娘带着你走了，等我知晓他的去处时，他已经不在了。皇上转过头，伸手抚摸着上官慈的脸，眼里含泪。儿啊，你娘她是不得不离开呀。上官慈听着皇上讲述的这一切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仿佛皇上都说了一些屁话。青儿与你娘一样，她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你娘好歹当年还有实体，可青儿她只是一缕孤魂，是借了白青青的身体才留下的。她已是为你生儿育女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呢？皇上能清楚白青青心里的恐惧，就如同当年他自己怀疑心爱之人之时那女子的感受一般。上官慈想着成亲那日他从轿子里出来的模样，想必是那时便换了魂了。又想起方才他的小心翼翼握紧了拳头。怎么不早说？有些事是秘密，他不愿意要你知晓，我为何要说呢？今日告诉你，是我不想你二人继续像今日这般过活。儿呀，也想你过得幸福呀。幸福是上官灵曾经和他说的，他说他想要做这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青儿她有自己的想法，她不愿意说，不还是怕你会不高兴吗？怕会失去你啊？毕竟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发生呢？儿呀，她是个好姑娘，也认识你娘，你娘也还活着呢，在另一个世界活得很好，很好呀。听完皇上的话，上官慈一溜烟跑了出去。李斯看着笑了，上官大人这1年来改变了不少呢。是呀，多亏了青儿。皇上满意的笑了，心中的秘密说了出来，便觉得轻松了许多。上官灵的身份就像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胸口许多年，哪怕是亲生儿子他都不敢说出来，怕他觉得自己是个怪物的孩子，怕他自卑。他不是不想要上官慈过荣华富贵的日子，是他心里清楚，皇子并非是个好身份，一个皇子要承受的远远比一个宠臣要多得多，同样的危险也大。他是真的疼上官慈的，所以他给了上官慈一人之下的权利，给了他享不尽的权利呀。灵儿啊，我呀，不知道等我死了后能不能见到你啊？或许也是见不到你的，但是若是哪天在下面相遇了，我能向你拍着胸脯保证说，我们的孩子过得很好。皇上猛地眨了几下眼，将眼泪给挤了回去。陪朕回去吧，朕想吃蛋糕了。奴才这就让人去买。他心中十分懊恼，自己怎么就对白青青发了脾气呢？他想到了皇上的话，他只是一缕孤魂呢。那若是他真的伤透了心，就离开了自己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自己该怎么办？孩子该怎么办？他不敢想。待他到了御花园后，没有发现高贵妃，倒是看到了在一旁跪着的白青青和受着大礼的云嫔。青青，他一路过来，将白青青直接抱了起来，怒视云嫔。不知我家夫人犯了何错，云嫔娘娘需要让她跪着。她刚刚生产完，身子正是虚的时候，娘娘这般，怕是有些不妥。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上官慈人性如此紧张，我紧不紧张与你何干？我问的是我家夫人犯了什么错，你竟然要她跪着。白青青身子本来就虚，又跪了将近1刻钟，若是上官慈再不来，怕是她就要倒在地上昏过去了。夫君，我在，你放心，有我。哼，上官大人好大的口气！云嫔手下的婢女开口道：“这里可是后宫，大人怎可随意进出？贵夫人顶撞我家娘娘，罚她跪2个时辰都是好的。如今我家娘娘怀了龙胎，说是被她冲撞，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”方才贵妃娘娘回去有些事要处理，我便一个人在这儿，觉得有些冷了，便想着回去，没想到一扭头就见到了云嫔。他们说是我冲撞了云嫔娘娘，便要我跪着，不愿，他们便将我按着跪下。哼，你突然回头，那丫头还没说完，就被上官慈一脚踹进莲花池里，使劲的扑腾着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坐起来！上官慈冷笑一声，抱起白青青转身就走。大胆！上官慈也没有搭理他，任凭云嫔在身后叫骂。大约走出去了10步，上官慈回过头看了云嫔一眼，这一眼让云嫔直冒冷汗，她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神，就像是饿狼一般。直到上官慈的身影消失在御花园，云嫔这才回过神来。等她回神，池子里的婢女已经死了。他到一旁拿了一些跌打损伤的药酒给白青青擦拭着。下次若是贵妃娘娘不在，你莫要一个人留在外面。宫里的女人堪比外面的野兽。这次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真的打算跪上几个时辰？你不在，我寸步难行。夫君，我晓得你为何生气，可有些事我不知道该如何说起才好。你不用说什么，我都懂。先前是我执拗了，我只是一时间接受不了你有什么事瞒着我。他侧过脸，让白青青注意到他耳根子处有一点点桃红色，原来他只是妒忌了。
他妒忌自己有了瞒着他的秘密。夫君，我有些事要与你说，可能这些事在你听来是无稽之谈，或者你觉得我已经疯了。我其实不是原来的那个白青青，我知道。上官慈冲他笑了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，所以不必再说这些。静儿，皇上说你认识我娘，真的吗？我娘她还好吗？虽然他也无法接受这么超前的信息，可知道娘还活着，那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。你娘，她是个很好的女人，在我们那儿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。她有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，在我们那儿叫做明星。明星？显然这个词汇对上官慈来说还是太陌生了。就像类似于名门贵族的生活吧。他人很好，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失踪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想必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轩辕，与父皇结识，又生下了你。大概过了7年左右，他又突然回来了，重新回到大众视野里的他变得沉默寡言，还开始做起了慈善机构。哦对了，就像育婴安一样，专门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他这突然的转变让许多人都不解，或许是他觉得亏欠了你吧。白青青看向上官慈，发现他眼角微微湿润了起来，伸手替他擦了擦。这样看来他是爱你的。我不晓得这里的时空和我们所在的时空是不是有差异。我来的时候他也才不到40岁，可你都快30岁了，所以这个时间上是有所差异的。我也不晓得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时空？上官慈看向一旁，目光深邃。他还会回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或许等某一天，等时机到了的时候他就会回来。白青青笑了。那你时机到了会离开吗？上官慈不自觉地握紧了他的手，一双凤眸望着他。看着这样小心翼翼的上官慈，白青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不会，我有你，有孩子，还有亲人，你们就是我最大的牵绊。因为有你们在，所以我哪里都不会去。我没有什么出息，就只想守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，跟着家人安稳地度过余生。想到这儿，他突然就想起了异世界的父母，泪水再也忍不住了，顺着眼角就落下。夫人。上官慈想替他擦拭掉眼泪，却发现怎么擦也擦不完。怎么了？我想我的爹娘了，我另一个世界的爹娘。我来了这么久，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如何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身体健康。我真的好想他们，真的好想。哭吧，我在。要你看笑话了。没有，我虽然无法理解你，可我也晓得失去至亲之人的痛苦。青青，无论何时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有我。他望着白青青的双眸，心中微微颤抖。他怕白青青会离开，就像他娘亲当年那样。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有的话就说出来，我都告诉你便是了。你在你的世界里多大年纪？23岁了，所以我比你也小。你怎么了？他看见上官慈一屁股坐到地上，目瞪口呆的，好像他小时候隔壁村的二傻子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上官慈望着眼前的人，心中倍感失落。23岁，怕是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吧？夫君？那你那边的夫君与孩子该怎么办？什么？他蹲下身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上官慈。有了你，别人又算得了什么？胡闹！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娶的人已为人妇。看着上官慈急躁的模样，白青青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还笑？这种事你怎么好意思笑出来？上官慈现在俨然一副受气小媳妇儿的模样，自己跟自己做了一会儿思想斗争后，心一横。罢了，如今你既为无妻，那过往的事就算了。反正现在是他的人了，过去的事就过去吧，他也不会回去了。我们那个时代，正常的话25、6才会成亲的，至于有的嘛，要30几岁才成亲呢。在我的时代，我是母胎单身，恋爱都没谈过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结果把自己给读没了。所以你就放心吧，除了你，我没有别的男人。什么？上官慈怕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，反复的跟他确认了许多次。
待等到那个肯定的答案后，笑得像个孩子。那我是你唯一的夫君？是啊，是目前来说的唯一。什么？在我的世界里，男女平等，如果两个人过得不幸福，是可以离婚的。哦，就是这里说的和离，或者是休夫。胡闹！上官慈骨子里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，他怎能接受休夫这个事实？我才没有胡闹，所以你最好对我好一些，不要到外面给我沾花惹草，否则，哼哼。他冲着上官慈不怀好意的笑了，仿佛是在告诉他有他好看的。你想都不要想，我不会去沾花惹草的，你那些小心思也给我掐死。上官慈背过身，暗自松了口气。二人之间的误会说清了，上官慈便询问起关于小西巷那店家的事儿，为何白青青要叫她表妹？白青青拉着她到了院子里，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她就是我的表妹啊，我另外一个世界的表妹。可她姓白，是表妹。我母亲也姓白，希儿与我从小感情就好，比我小了2岁。她喜欢做蛋糕，就是那一日我们吃的那个松软的糕点。小时候我们还说一定要找一对兄弟结婚，那样我们就可以还住在一起了。我也是没有想到他也会出现在这个世界，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一点。我是因为现实的我死了，一缕孤魂，可他却是整个人出现在这儿，就犹如婆母那般。所以有些事我还是要找他问一问的，看到底是个什么原因。